当朝长公主自负貌美，每日都要用新鲜人乳净面。刚刚产子的阿姐因此被招进府，1年后却暴尸荒野，古道破裂，宝宫尽毁。我的阿姐被他们活活折磨成了药渣。滚！都滚出去！这股味道为什么还是压不住？殿下息怒，这怪症来得蹊跷，太医也瞧不出名堂。殿下，奴婢听闻您深受异味所扰，特来毛遂自荐。你一个低贱的庄娘，能有什么本事？奴婢有一双巧手，更有一盒特制的香脂，只要奴婢在，保准殿下容光焕发，100步之内唯有冷香。若是遮不住，本宫就剥了你的皮。为殿下效劳是奴婢的福气。自此，非我装点，他难出府门。裴玄，今日红颜，明日枯，你不知道，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妍雪，这世道女子必须得有一样压箱底的手艺。你生了一双巧手，做庄娘，上至贵人，下至百姓，总有混饭吃的本事。妍雪，安心在这儿跟着师傅学，这世道有手艺才能活。阿姐，我一定听话，等我早日出师，就能帮你分担家用了。这可是长公主殿下给的赏赐，请你入府走一遭，那是天大的福气。嬷嬷，民妇刚出月子，孩子离不了娘，这重金民妇实在不敢接。不敢接？长公主赏的恩典，还没有人敢吐出来。你若识相，这钱是你的，你全家也太平；若是不识相，你这小儿子怕是难活过周岁。我去，我随你去。阿姐原是不愿，在威逼利诱下还是去了，一去便不回。1年后，别等了，你家那口子手脚不干净，偷了圣上赐给殿下的赤羽金簪，殿下大怒，已将他杖毙。不可能，我夫人她绝不会偷东西。念及你家中还有老幼，特意赏赐10金以示恩典。人就在乱葬岗，一卷破悬找着呢，自己去收尸吧。回家。夫人，天杀的！那些畜生，他们根本没把他当人啊！娘，到底怎么了？你说啊！古道叛裂，宝宫尽毁，人是被圣上摧残死的。还我夫人命来！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要被你们这般凌辱？哪儿来的疯狗，敢在长公主府门前吠叫？滚！当夜，姐夫家突遭大火，全家都在火海中消失了。阿姐就是这样被骗走折磨的。我等了4年，终于要开始了。裴玄，你爱美，那我就用这双手亲手送你下地狱。愣着干什么？开始吧。凌云记，折腾半天就这？殿下，此发髻当真是精妙，与殿下的仙姿真是相得益彰。倒真是个心灵手巧的。你叫什么名字？奴婢燕絮。燕絮，这发髻既然是你自创的，
可有什么像样的名字？回殿下，奴婢出身寒微，只会伺候人的粗笨活套，实在不懂取名这些温雅事。既然是从凌云记演变而来的，看这发丝如堕云雾，不如就叫堕云记吧。哎呦，堕云记，这名字起得真是绝了，也只有殿下这般才情才想得出来，真是好名字。堕云记不过是想在今日宫宴上把那位新封的云嫔狠狠踩在脚底下罢了。云嫔虽出身民间，却被已故皇后的母家看中，收为义女送入宫中，凭着那张脸立刻得了圣宠。裴玄自负貌美，哪容得下一个民间女子夺了她的风头？本宫倒要看看那个凭着几分姿色就想邀宠的贱人，今日见了大周真正的第一美人，还笑不笑得出来？殿下今日这般装点，那云嫔见了，怕是只有自惭形秽的份儿。奴婢叩谢殿下赐名。你这傻丫头，怎么还老老实实跪在这儿？本宫向来言而有信，今日那云嫔确实被压得抬不起头。你这丫头不错，当赏为殿下梳妆是奴婢的荣幸。我知道，从今日起，这近身庄娘的位置总算有了我一席之地。虽说是近身伺候，但裴玄万事只信白妈妈。我们这些普通庄娘，若非大日子，极难出头。都给老奴打起精神来，后日便是初十，殿下照例要去大相国寺礼佛。谁要是拿不出看家本事，误了殿下的妆面，仔细你们的皮。是。白妈妈，圣上近日可还念叨着本宫？圣上自然是日日挂念殿下的，昨儿个还提起殿下亲手绣的块帕子，说再也找不出第二件这般精致的了。云嫔那个贱人，出身低微，也配用这么好的云锦？圣上不过是一时新鲜罢了，待新鲜劲儿过了，看他还能得意多久。是龙涎香，圣上专属的香料，娘娘发丝上怎么会有？当今圣上裴义本只是个宗室子弟，若非当年裴玄这位唯一的公主全力支持，他哪能有今日？裴义登基后倒也知恩图报，对裴玄万般包容推崇，更是亲封她为天下第一美人。民间那些关于大相国寺的流言，果然不是空穴来风。大周最尊贵的两个人，竟然真的有着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这次的头油是否还用奴婢调制的金风玉露？金风玉露胜却人间无数，这名字取得好，用吧。这头油老奴找人验过了，确实是护发滋养的上品，难得燕絮有这份心，能为殿下分忧是奴婢的福分。金风玉露，那就让这香气带你去见你想见的人。殿下，时辰快到了，马车已在后院备好。本宫今日如何？殿下花容玉貌，举世无双，这是自然。恭送殿下。只要宫内那位云嫔足够聪明，那这一次殿下的大相国寺之行，恐怕要失望了。殿下，陛下正在殿前，云嫔也在。在便在，本宫还怕他不成？臣妾见过圣上，特意赶来陪圣上礼佛祈福。张姐有心了，今日朕陪云嫔一同礼佛，你既来了，便一同静坐吧。圣上今日竟带了云嫔妹妹同来，朕近来心绪不宁，云嫔温顺体贴，留在身边伺候最为妥当。
往后寺中礼佛，宫中扬声，朕只留云嫔陪侍，旁人不必再近身。圣上，臣妾与您相识多年，昔日情分，难道比不过一个刚入宫的女子？长姐是皇室长公主，当守礼制；云嫔是朕的妃嫔，陪朕天经地义。你身份尊贵，何必与后宫女子争这些长短？礼佛之地，不宜喧哗。长姐若静不下心，便先回府吧。陛下息怒，长公主许是无心，臣妾退下便是，不惹长公主不快。与你无关，你不必走。是长姐不懂事。好得很。为了一个云嫔，他竟当众给我难堪，把我撵出禅房。殿下，圣上许是一时糊涂。回宫，现在就回！我一刻也不想待在这个地方。果然，回来的比预想中还要快。快上水！殿下怎么这时候回了？快啊！茶呢？都死绝了吗？连你这下贱胚子也敢怠慢本宫，是不是？奴婢不敢，殿下开恩，奴婢真的不敢怠慢。一盏茶也要本宫等上这么久，你还敢狡辩？哎呦，我的殿下，仔细您的手，何必跟着没眼色的小蹄子置气？气坏了身子，老奴该心疼了。都怪云嫔那个贱人，什么图换心计离不得人，本宫看她就是故意缠着圣上不放，诚心跟本宫作对。殿下，慎言，慎言！本宫在自己府中，连这贱人说都说不得两句了吗？云嫔那贱人，本宫动不得，还治不了你这个废物。莫说在这儿议论几句，就算是云嫔那贱人站在本宫面前，本宫也敢直接毁了她的脸。呸！狐妹子，烫了脸都叫得这么欢，这是想勾引谁呢？这声音听着心烦，把她送到样阁去，随那边的人怎么处置。还不快拖走，别脏了殿下的眼！宋姐姐，这幻阁究竟是什么地方？怎么要把人往那儿送？你在那嘀嘀咕咕说什么呢？奴婢该死。奴婢是在想，古有东施效颦，今有云嫔装病，可是，在殿下绝对的美貌面前，纵使云嫔再怎么伪装，也比不上真正的戏子捧心，令人心动。放肆！你是在诅咒本宫也得心急吗？奴婢不敢，奴婢只是有感而发。殿下您若是化了捧心妆，定能胜过那位百倍，叫圣上见了一定移不开眼。捧心妆听着倒是有那么点意思，你这丫头胆子倒不小。起来吧，替本宫上妆试试。是，奴婢遵命。殿下的眉眼生得极好，只需淡淡一勾，便有那弱柳扶风之态。捧心妆不过如此，没用的废物。既然如此，留你这双手何用？来人，拖出去，剁了他的手。殿下息怒，这妆还没成，还差最要紧的一点。殿下天生肌肤如玉，本无需多施粉黛，但这捧心妆的神韵在于莹润，须得这脸色润得透亮才好。就凭这一盒粉，当真有奇效，殿下一试便知。
这香粉瞧着倒真是不错，比内务府送来的那些强多了。奴婢旁的比不过府里的姐姐们，在簪花阁里当差时，只得另辟蹊径钻研些方子。这粉叫什么？回殿下，这款名唤玉容粉，寻常人用了倒也一般，唯有像殿下这般天生丽质的用了，锦上添花最是有效。哼，既然有效，那还不快替本宫也用上？是，奴婢遵命。好，当真是好。走，既然云嫔病了，本宫这个做长姐的自然得入宫瞧瞧，替圣上分忧一二。过来，你这丫头确实有点本事，记住了。以后你若调制了什么新品，只许特供本宫一人，明白了吗？奴婢明白，能为殿下尽心，是奴婢的福分。阿姐说过，我有一双巧手，更妙的是还有一颗蕙质兰心。裴玄身边的庄娘太多了，我怎愿只做其中之一？要报阿姐的仇，我就要成为她最看重的那一个。而现在，我终于有了这个资本。宋姐姐，前些日子被拖走那个奉茶的，他们说的幻阁到底是什么地方？怎么人人听了都跟撞了鬼似的？嘘，你疯了？这种地方也是能打听的。这是府里的禁忌，你也算近身伺候了，该知道些轻重。幻阁顾名思义就是豢养人畜的地方。什么是人畜？你以为咱们殿下日日要用的那些新鲜人乳是从哪儿弄来的？那都是幻阁里养着的人畜提供的。虽然在那里面看着还是个人样，实则在那帮管事眼里都被视为畜生。那府里对外说是招募乳娘，许以重金，实则都是把人骗进来当畜生用。外面招来的到底还好过一些，只要能挨过那痛苦的一年，大抵还有放归的希望。除了4年前那个，说远了。总之，咱们这些身契在公主手上的，才要千万当心。一旦触怒了殿下，被罚进燕阁，便再也不能被当事人。多谢姐姐提点，奴婢记下了。善良的阿姐，老实的姐夫，他们不该是这种结局。放心，阿姐，裴玄的报应就要来了。长公主今日这肤色，怎么瞧着比前些日子还要娇嫩，简直是光彩夺目。也不知是寻了哪位名师，用了什么神仙驻颜术。今日宫里那些贱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圣上的心思也全在本宫身上。是殿下天姿国色，奴婢不过是锦上添花。殿下今日这妆，奴婢特意添了些心意，保准京中的贵女们又要争相效仿了。那些庸脂俗粉效仿的再像，也始究画不出本宫的神韵。燕穗，你这手艺真是越来越合本宫心意了。可不是嘛，如今京城里都传开了，说殿下是引领潮流的第一人，连宫里的娘娘们都打听咱们府里的妆造呢。既然玉容粉效果这么好，这基底功夫更不能落下。白妈妈，往后这人乳镜面不必隔日了，改做每日一回，务必保证新鲜。每日一回，好极了。你用的越前，那腥气便入骨越深。4年前我就在为你配置这份大礼了，裴玄，你可千万要接吻了。本宫的脸，这是怎么回事？说，究竟是谁？是谁在本宫的脸上用了不该用的东西？殿下看，奴婢们万万不敢！不敢？那本宫的脸究竟是怎么了？
圣上刚刚下旨急召，本宫这个样子如何出得来府门？若查不出缘由，你们一个也别想活，全都给我滚去受死！疹子只是开始，接下来的大礼你会更喜欢。谁有办法替本宫遮掩住这些暗撒东西？只要成了，立赏100金。本宫府里不养俗人，若是都没有办法，白妈妈全给本宫拖进幻阁。殿下，奴婢或许有办法。你既有办法，为何不早说？殿下息怒，只是那遮掩用的膏粉里掺了红花，药性有些猛，奴婢是怕有损您的贵体，这才不敢贸然开口。红花又如何？只要能把这张脸遮住，本宫什么都肯试。快给本宫用上！殿下，规矩不能乱，奴婢先自个儿试过，保万无一失，才敢给殿下用。殿下请用。这膏子冰凉透骨，倒真是一下子就没那么疼痒了。延续，你果真有一双巧手。为殿下装点是奴婢的幸事，只是殿下这法子只能应一时之急，治标不治本。无妨，想来是这些日子贪凉，饮食相克了。白妈妈，带人彻查本宫近日的饮食和所用之物，若查出是谁在背地里动了手脚，本宫定要剥了他的皮。是，老奴这就去办。查吧，即便你把整个府邸翻过来，也绝不会想到问题出在最依赖的玉容粉上。哼！啊！怎么又出来了？你不是说查清楚了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没用的东西，这膏子怎么没用了？这是什么味道？延续，快把那盒最重的百黄香粉拿来，给本宫厚厚的铺上，快！是，奴婢这就加重分量。殿下，这法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您看这身子，要不还是请位太医入府瞧瞧吧。请太医？你是想让全天下都知道本宫成了这副鬼样子吗？本宫是大周第一美人，绝不能让太医那帮老东西瞧见我有一点瑕疵。殿下息怒，既然药石无用，要么还是用前几年的那个老方子试上一试。眼下殿下急需滋补，不如先叫幻阁那边抓紧配出几副现成的供您服用，稳住这一身腥臭再说。既然那法子管用，白妈妈，你赶紧去安排。老奴这就去办。既然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他没想过死吗？怎么没想过？他是个性子烈的，寻死了好几回。可他越是反抗，裴玄就越是恼怒，最后折磨得更狠。阿姐，我来迟了。快送走，按老规矩办。果真是奇药，本宫这容貌竟比先前还要娇艳几分。这可是远阁连夜赶出来的极品紫怀娘，殿下底子好，药效自然发挥得快。
本宫美若天仙，若是这味道去不掉，本宫还怎么出门？圣上见了又该如何想我？殿下息怒，奴婢已经在香粉里加了双倍的龙涎香，可这味道仿佛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奴婢实在也……本宫不信，去把白妈妈叫来，让她再盯着幻阁多制几副药。本宫不信压不住这股味儿。妍希，本宫命你一定要研制出能完全克制这异味的香粉，若是出不了府门，本宫要你的命！奴婢领命，定当竭尽所能为殿下分忧。玉容粉配玉容膏，这股腥臭早就成了复古之善。裴玄，这可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养颜套餐，你怎么能不满意呢？贱婢，连你也敢嫌弃本宫？殿下恕罪，老奴是昨儿个受了凉，肠胃不适，绝无嫌弃之意啊。宋姐姐，你说白妈妈到底查到什么没有啊？这都多少日子了，殿下的正号怎么还不见好？白妈妈不是说一直在查厨房和洗衣房吗？可殿下所用之物都是白妈妈亲手验过的，咱们这些庄娘日日都要接触那些膏粉，怎么咱们都好端端的，偏而就殿下一人起了这么重的反应？是啊，这也太奇怪了，难道真的是白妈妈验的不仔细？真的吗？贱婢，你刚刚在那儿嘀咕什么？是不是背地里也跟他们一样，觉得本宫得了怪症，嫌疑的要死？殿下，奴婢冤枉，奴婢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这条命都是您的，奴婢怎会生出儿媳？放手！奴婢日日近身伺候，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奴婢只是觉得这病来的蹊跷。殿下所用的每一件物事，明明都是白妈妈亲手验过的。奴婢是心疼殿下，才多嘴跟他们辩了两句，想替殿下找找根源啊。殿下若是不信，奴婢愿以死明。行了，本宫还没死呢，别在这耗丧。本宫马上要去大相国寺礼佛，先替本宫上妆遮住这些安杂东西，回来再一并收拾你。是，奴婢这就去准备。粉扑后显，千万别让圣上闻到一丝异味。殿下放心，奴婢特意加重了沉香的分量，定保万无一失。要在寺里过夜啊，裴玄，只要这一夜过去，我可不能保证你还能全身而退呢。也许香粉呢？快拿出来，快给本宫用上，快啊！奴婢在，殿下莫慌，奴婢这就为您遮掩。哎呦，我的殿下，您这是怎么了？礼佛回来怎么惊成这样？快给殿下递杯热茶压压惊。白妈妈，本宫倒是头一回发现你这双手保养的可真不错。老奴伺候殿下，自然不能太粗笨，这都是托殿下的福。拿下！殿下，您这是干什么？老奴犯了什么错啊？剥了他的脸皮，再剁了这两只碍眼的手，扔去万阁，命那里的小厮好好伺候伺候。殿下，老奴伺候了你几十年啊！您说明白，老奴到底做错了什么？本宫发落你，还需要跟你讲理由？大相国寺里，裴义多看了两眼布扇的手，随口夸了一句：“嬷嬷也驻颜有术。”裴玄，你的心病发作的比我想象中还快。一个年老色衰的嬷嬷，竟被圣上夸赞驻颜有术。裴玄，这根刺，你这辈子都拔不出来了。燕雪，
刚才吓着你了。奴婢只是从未见殿下发过这么大的火，心里有些突突。本宫发落他，那是他的命。你是本宫一手提拔起来的，本宫看你是个好的，只要你安分守己，一心为本宫做事，本宫自然不会亏待了你。谢殿下隆恩，奴婢定当肝脑涂地，一辈子伺候殿下。你当然不会亏待我，因为现在除了我，没人能压住你这一身恶臭了。白妈妈，这是奴婢新研出来的方子，最是滋润皮肉。您日夜操劳辛苦，这双手可得好好养着，奴婢特意给您留了一份。哎呦，你这丫头倒是有心，难怪殿下疼你。阿姐说的对，这世上哪有女人不爱美？只要学成了这手艺，不仅能吃饱饭，还能杀人。白妈妈，你在幻阁里慢慢熬着吧。你当初怎么骗我阿姐的，现在就怎么还。香囊已经送出去了，好戏就要开场了。给长公主殿下道喜，宫里传来天大的好消息，云嫔娘娘有喜了。这是圣上登基以来的头一个孩子，圣心大悦，已经下旨封云嫔为云妃，有先皇后母爷抬举，如今云妃娘娘可是万千恩宠在一身呐。云妃，那个民间的贱人，竟然有了身孕！听说了吗？圣上至今未立后，若是云妃娘娘这一胎是个小皇子，那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嫡长子。可不是嘛，母凭子贵，说不定那后位……燕雪，这天怕是要变了。那位云妃现在可是贵不可言。宋姐姐，富贵荣华这种事，谁说得准呢？咱们还是伺候好殿下要紧。云姐姐，你总算有了这筹码，裴玄，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不会的，绝对不会！皇后那个贱人死的时候，裴义明明拉着本宫的手，亲口答应过这辈子永不离后，她怎么敢毁约？被叫，本宫要入宫，本宫要当面质问她。殿下息怒，府里的折子送了几次，圣上都以政务繁忙婉拒了。他怎么敢避着不见本宫？当初要不是本宫跪在父皇驾前，求着父皇过继他，他哪能坐稳这大周的江山？哪有他的今日？殿下，慎言，这毕竟是府里，隔墙有耳啊！隔墙有耳，本宫怕谁？裴义他言而无信，95之尊金口玉言，若云妃那个贱人真的疯了后，就是他裴义，对不对？殿下息怒，虽说如今云妃娘娘得宠，可将来若是那位的儿子继承了大统，她可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太后了。到那时，这宫里宫外怕是都要看她的脸色。放肆！就凭那个民间来的贱人，也配当太后？奴婢该死，奴婢胡言乱语，请殿下恕罪。奴婢只是觉得，要是殿下您能有一个孩子就好了，那才是大周真正的天选之人，血统最高贵的存在。对啊，若是我与圣上能有个孩子，那才是这天下血统最纯正的嫡脉。可是本宫为了这张脸，用了这么多年的玉容膏，更何况我们裴家的血脉向来子嗣单薄，本身就极难有孕，难怪先皇和圣上都子嗣稀落。既然如此，云妃腹中这一胎，可真就是某些人的眼中钉了。本宫绝不能坐以待毙。若真让云妃那个贱人抢了先诞下皇长子，待到日后，本宫堂堂嫡亲长公主，难道还要跪在她脚下屈膝请安？这也是奴婢担心的。可圣上如今日日守着宫里那位，若是圣上能日日与殿下您在一起，哪还愁没有天选的小皇子诞生呢？延续，本宫有一件掉脑袋的差事，需要你去办。模样生得极好，是这一批里的上品。就等殿下一声令下，老奴便能开炉制药。要的是先不急，不知白妈妈近来怎样了？哼，她那个岁数，
哪里还能有什么用处？只是他那张脸皮没了，血淋淋的，实在吓人。那几个种子也甚是嫌弃。白妈妈那老货身子骨太脆，可殿下有令，大家不得不听。知道了。既然如此，最近暂时不用制药了。不制药了？那这些上品？殿下另有交代，最近这些种子他都另有他用。从今天起，让他们都挪到前院住着吧，务必伺候好了。是，老奴这就去办。在我的蛊惑下，裴玄果然动了借种的念头。只要腹中有了货真价实的东西，再找机会与圣上春风一度，这天下最尊贵的血脉，不就由他说了算吗？燕絮，这事儿若是走漏了半点风声，本宫可就万劫不复了。外头那些野汉子，本宫终究是不放心。殿下思虑周全，其实外头的自然信不过，但这府里不就有现成的吗？幻阁里那些种子，个个身强力壮，又是咱们府里的家奴。最要紧的是，他们本就干的是这种活计，身份卑贱如蝼蚁，即便日后要封口，也最是利索。你说的对，只有死人的嘴才是最稳的。去办吧。殿下，今夜这种子可还合您的心意？好极了！只要怀上嫡脉，本宫便再也不必向那贱人请安了。有了，真的有了！本宫腹中终于有了大周最尊贵的血脉。燕絮，传本宫密旨，叫那几个亲信侍卫带上置酒和绳索，幻阁那帮畜生，连同那管事的，一个不留，全都给本宫秘密处死！怎么，前几日还在做着入幕之宾一人之下的美梦，这便是殿下给你们的重赏。伤害过阿姐姐的人又除掉了一批，现在还剩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人了。殿下放心，这香膏是奴婢用了9981种名贵香料调成的，莫说是那点异味，便是10里之外也能闻见幽香。今日面圣是本宫苦求了许久才得来的机会，若能成事，本宫定要让裴义重新记起本宫的好。奴婢祝殿下心想事成，一切如你所愿。圣上，本宫今日带太医来，是要给你报个天大的喜讯，本宫腹中已经有了皇室嫡脉。本宫的孩子自然是比云飞那个贱人的要高贵得多。长简，慎言！你我名义上是嫡亲姐弟，你如今身怀有孕，若是有了心仪之人，直说便是，朕自会为你指婚赐封驸马。裴义，你疯了吗？什么指婚？可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姐弟，这可是我们俩的骨肉，你的亲骨肉，你当真一点也不在意？朕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若不想选驸马遮丑，就落了这胎儿。落了胎，你还是大周尊贵的长公主，否则别怪朕不念旧情。哼，好一个不念旧情！果然自古只见新人笑，哪见旧人哭。裴义，你当真够狠！一定是云飞那个贱人，一定是他在那狐媚惑主，迷得圣上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要了。走，去那贱人的寝宫，天下第一美人是我，陪在圣上身边的人也应该是我。滚开！都给本宫滚开！殿下，万万不可！云妃娘娘怀着皇嗣啊！好啊，延续，你跟在本宫身边这么久，胆子也练大了，
敢护着这个贱人！哼，自不量力，滚开！住手！陛下，陛下，臣妾肚子好疼，救救我们的孩子！太医，快宣太医！裴义，你竟然用这种眼神看本宫，你忘了当初是谁把你扶上帝位的吗？陛下，这是什么味道？好生恶心！这是何处传来的腐坏之气？贱婢，你给本宫涂了什么？为什么这味压不住了？殿下恕罪，奴婢已经用了最好的香粉，奴婢也不知道这味道为何会突然透出来，奴婢真的不知道啊！够了，长姐，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哪里还有半点大周公主的体统，简直臭不可闻！我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裴玄，这腥臭入骨的味道，可是我专门为你加的分量。裴玄，你终于要完了。长姐辛苦，这碗汤药最是滚补，务必趁热喝下。他每每得意圣上的贴心，却不知道那汤里加了10足10的婢子药。裴义爱美色，自然乐于享受长姐的柔情，但他绝不会让这一桩丑闻有个落地的种。陛下，臣妾好怕护不住咱们的皇儿。裴玄，朕念在往日情分，本想捏着鼻子让你在府里安生待着，可你竟敢在朕的后宫如此蛮横，连朕的子嗣都敢伤。不，圣上，你听我解释，这个孩子才是你的嫡脉啊！带走！朕一刻也不想再闻到这股贱味儿。长姐德行有失，冲撞皇嗣，剥夺长公主封号，送往小相国寺带发清修。小相国寺，你要送本宫去那鸟不拉屎的苦修之地，你竟然为了这个贱人这样对我！若不是本宫当年倾心于你，裴义，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裴玄，你放肆！朕是念在先皇恩典，才对你一再容忍，你竟敢编造流言构陷朕！你瞧瞧你现在的模样，身怀孽种又臭不可闻，你浑身上下就是腐肉一滩，哪里还有半点公主尊贵？你简直令朕作呕！放开本宫！裴义，你这忘恩负义的小人，你回来！动作快点，把这满身皱臭的疯妇拖走！这一刻也不想闻到这股贱味儿！你回来！公公，烦请禀报圣上，燕西这丫头方才护驾有功，若非她拼死替臣妾挡下那一边，臣妾母子怕是难保，请圣上开恩，饶她一命。圣上有旨，既然娘娘求情，便饶这丫头不死。谢主隆恩，谢云妃娘娘恩典，奴婢斗胆恳求，请准许奴婢随裴氏同去小相国寺，继续贴身伺候。贱婢，你还敢来见本宫？也许本宫知道你有本事，求求你帮帮本宫，有没有什么东西，哪怕只有一点，能遮住这股味道？遮掩异味的东西，其实还是有的。快说，快说！只要能恢复往昔，等本宫翻了身，定会重重赏你。可惜啊，殿下，4年前您就吃了不该吃的东西，4年后竟还不思罪过，再次服用。4年前，你到底在说什么？你这话什么意思？是你害得本宫落到这步田地，是不是？到了这个地步，奴婢自然也没必要瞒着殿下了。不错，就是我。殿下日日离不开的玉容粉和玉容膏，可这世上的事
怎么可能只有好上加好呢？这药性若是跟相克的东西混在一起，也能无限放大其劣势。相克？什么相克？比如你日日饮用的人乳腥气，再比如那紫禾草的血肉之味。原本您只要慢慢戒断，加上香粉遮掩，还能自欺欺人。可您偏偏为了这张皮，吃了一副又一副血淋淋的补药，所以你千不该万不该碰了血腥之物，还一连吃了那么多。殿下，你想知道自己的下场吗？这些腐臭的血腥气已经深入你的骨血，这辈子你都别想去除了。他们会伴随你的余生，由内而外一步步侵蚀掉你的五脏六腑。不过殿下放心，那玉龙膏药性极强，你会一直这么美貌下去，哪怕你的身体里已经烂透了，这张皮也会鲜活如初，紧紧裹着你那一身烂肉。你胡说！本宫是大周第一美人，本宫绝不会烂。可惜啊，空有一副美人皮，这一身熏天的臭气，再漂亮，又有谁愿意靠近欣赏呢？殿下，莫要绝望，您忘了4年前吗？可是哪里有那样的上品？白妈妈死了，幻阁没了，哪里还有上品？听说长姐在寺里自个儿伤了身子，到底是朕的嫡亲长姐福之情不可没，朕想着还是放她回府，派几个医术精湛的太医过去好好瞧瞧吧。圣上，大事不好了！长公主府里的一个乳娘突然浑身是血的闯到了大理寺，要状告长公主草菅人命，视百姓如草芥。大人，长公主府豢养人畜，虐杀良家女子，民妇死里逃生，求大人做主啊！来人，随本官前往长公主府，掘地3尺，也要将这人间炼狱掀个底朝天。大人，这井里全是尸首。荒唐，简直是皇室之耻！朕若是再赦免他，如何向天下百姓交代？传旨，剥夺裴氏长公主封号，贬为庶人，永世不得回京。殿下别动，奴婢再为您加些玉容粉，外面那些人都嫌您臭，只有奴婢会日日陪着您。只有我知道我在等什么。裴玄，我要在这腐臭里把你彻底腌入味。皇后娘娘今日产下皇子，册封大礼已毕，特命院正配了这醒神丸送来。娘娘说了，不愿见裴氏一直这么浑浑噩噩下去，这药实质可治癔症，让他清醒清醒吧。奴婢替庶人裴氏谢皇后娘娘隆恩。封了多好，可那样岂不是太便宜你了？云姐姐想的真周到，你就该清醒的活着，生不如死，亲眼看着自己这身皮肉怎么一点点烂透。延续，以后长大了去做庄娘。云儿，你长得漂亮，阿姐教你识字弹琴，等你们都学成了，就有好日子过了。漂亮。当年在阿姐坟前，我们几个就立了誓，我卖身进府，云姐姐舍命搏位，那瓶头油就是我递给云姐姐的信号。我已经成了裴玄的近身庄娘，后来的每一次传讯都是我们里应外合的利刃。阿姐，我们终于为你报了仇。云皇后，我还有那个去告状的乳娘，我们都是阿姐从善之捡回来的。原本我们都会循着阿姐谋划的路子，各过各的好日子，可这一切全都被你那点变态的嗜好给毁了。裴玄，好好看着你这张美人皮，这辈子你就待在这臭气里，清醒的烂掉吧。放我出去！我是天下第一美人，我是长公主。叫吧，叫得越响，我这心里就越痛快。有皇后娘娘撑腰，我可以慢慢折磨你。今日红颜，明日枯。裴氏，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我是天下第一美人，太臭了！别乱动，否则你就不是那个天下第一美人了。宫里人都夸我是忠仆，却不知这日日装点比凌迟更狠。我拒了封赏，
守着这间小屋，看着他在容貌中腐烂，才对得起阿姐和姐夫满门。他骗了我，皇太女的位置本该是我的。好一个裴义，还不死心！您的好弟弟还不肯放过您最后这点价值。裴义要救你出去，不过是想拿你当棋子。他骗了我一辈子，我绝不会再信他。我能遮住你的恶臭，让你再做回天下第一美人，但你要帮我让裴义身败名裂。只要能让他死，我什么都答应。本宫依旧是美的。荒唐！本官定要将其绳之以法。吾等奉陛下密旨，特来救您出去，重振大业。滚开！你们都要害本宫，都害本宫！他骗我放弃皇太女之位，将我像抹布一样丢弃。我这一身死与丑，全是拜裴义所赐。赐死裴炎于冷宫，就不抄家流放。你赢了，可你这双手不也和我一样沾满了血吗？在这仇恨的泥沼里翻滚久了，谁还不是个面目全非的怪物？你阿姐当年也曾劝过我的，劝我别再被裴义利用。你说什么？阿姐当年劝过你？阿姐与裴玄曾是旧识，在乡野救过落难的裴玄，结为异姓姐妹。后来裴玄入宫掌权，阿姐看出他被权力蒙蔽，婉拒入府。阿姐发现裴义的阴谋后，想劝玄收手，裴义却逼裴玄杀人灭口。阿姐到死都在劝他回头，他却亲手把你送进了地狱。奴婢恳请皇后娘娘恩典，将裴氏安置在善堂旁的小院里，让他日日看着孩子们长大，度过余生。本宫本以为你会亲手了结了他，你终究活成了阿姐最希望你成为的样子。这双手不仅是为了美，更是为了让你们安身立命。阿姐，都结束了，仇恨落了地，温软归了尘。这人间的美好，我会替你守着，岁岁年年，生生不息。